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个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何。很多人可能对他不熟悉，但是，很多老粉在去年都吃过我们家的第一批月饼，每个人都是赞口不绝。那么那一批月饼就是出自小何的手。那么宣武火腿月饼作为我们滇式月饼的一个代表之一，今天我们就来跟小何一起学习一下，火腿月饼的一个制作过程。火腿月饼，关键就是火腿。我们第一步还是要先把火腿给它弄好，像这样切开是把肥瘦剔下来，是吧？对。肥瘦剔开以后是，主要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火腿月饼嘛，假如你肥瘦剔开，因为它蒸的时候一方面，因为这个肥肉要先蒸的，这个筋肉要后面才蒸的。蒸时间不一样，是吧？肥肉要先的，然后筋肉嘛都要后面。哦。因为有时间肥肉，你要给它多蒸一下，不然有点难吃起来口感也不好。然后这个肥肉瘦肉剔开了，然后做这个火腿月饼它有个比例，它要是那个3:7比例，这种吃起来它又不裂。那么刚才问了一下巧合，我们做火腿月饼，在火腿加工的这个期间，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个肥瘦给它分开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肥肉蒸的时间稍微要短一些，然后瘦肉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。另外一个就是之前也跟大家在视频里说过，做火腿月饼它的肥瘦比例也是比较讲究。正常情况下就是3:7比例，肥肉占3，像这种瘦肉占7，要不然做出来的月饼吃起来口感不软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。大家看一下，像这种农家火腿切出来，它的油软特别漂亮，而且像现在的这种新腿，它的清香味也是闻起来特别舒服。下边肥瘦分开以后，就准备把它改刀，然后进入蒸箱，把火腿蒸熟。改刀的时候，你那个把大汉吧。要改成这个，因为改小汉它水分蒸干了，然后它香味不在，香味就散发了。这种蒸出来嘛，它味道就香点。然后你如果是切小汉蒸的嘛，它蒸出来的香味就好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改刀的时候我们就是改这样的大小。如果改得太小的话，火腿里边的水分容易流失，而且香味也不满。所以每一个步骤都还是比较讲究。有几斤？8斤。8斤。你这个盘是几斤？1斤，刚好就是肉7斤。7斤。然后就是3斤的肥肉就行了，对吧？刚好3:7比例。那么连盘就是要4斤，多大体量？好，可以。看一下，就要像刚才那样，肥瘦比例就是瘦肉，比如说刚才那个瘦肉是7斤，那么肥肉就必须要3斤。那么大家看到的8斤和4斤，是因为盘有1斤。火腿改刀后进入蒸箱，像这种瘦肉的话要蒸6分钟。Later， 刚打开蒸箱这回，这股蒸汽特别香。当然，我们说的蒸6分钟是上气之后的6分钟。其实放进蒸箱到现在应该是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。下边再把肥肉放进去。同样是上气之后蒸4分钟。像这样1斤肉能蒸出6两，也就是差不多有4两的时候，
蒸出来的火腿要像这样，给它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丁，尝一下刚蒸出来的火腿什么味？不知不觉就吃了一片。像这个火腿现在是咸香味刚好合适。我切这个是太粗啊。要切成像这种小丁丁。小丁丁。切成丁丁。然后你烤出鱼饼来劈开鱼边嘛，还是有这个丁丁。这个步骤就非常需要耐心。切成我这样的肯定不行，还不如我现成就把它吃了。看一下，肥瘦要像这样全部切成这种丁状，然后再搅拌均匀。来加蜂蜜，还要把蜂蜜，大家看一下。像这个蜂蜜加进去以后，它主要是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。因为大家看一下，像我们这种农家火腿的话，蒸出来颜色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发白，不像那种加了亚硝酸盐以后，它的颜色通红。所以像这样做的，我们做火腿月饼的时候，把蜂蜜放进去一起搅拌均匀，能够让火腿的颜色更加红润。像现在的月饼馅料基本上就已经成型，那么我们加入蜂蜜的这种火腿丁，还需要用保鲜膜给它封一下，然后糟一个晚上备用。像这样加入蜂蜜糟一个晚上以后，一个是颜色更红润一些，二一个就是比如说火腿特别咸的话，它能综合一下火腿的盐味。所以像这样做出来的火腿馅料，它咸甜味更为适中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加了蜂蜜的火腿馅料，糟了一个晚上什么样子？像这个火腿馅料，颜色比昨天晚上没糟之前是要红润不少，但是要跟那些有添加剂的火腿相比的话，红的像宝石一样，不太可能。这个就是火腿正常的肉色。接下来就是往糟蒿里边的火腿馅料加糖，加糖也是非常有讲究。一般像这种低盐火腿的话，就是10斤肉3斤半的糖。因为糖不仅是因为我们滇式月饼、火腿月饼是甜咸味，所以必须加糖，而是因为糖本来就可以降低火腿的一个盐分。所以一般像我们这种农家火腿的低盐火腿，10斤肉3斤半的糖足矣。像这样做出来的火腿馅料，咸甜味比较适中。但是如果火腿比较咸，也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那种，只有咸味没有香味的，一般他们加的糖是在10斤肉6到7斤左右。所以那样的火腿月饼做出来以后，馅料吃起来齁甜，而且加糖的比例也可以大大降低这个火腿月饼的一个成本。毕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像火腿它是几十块一斤，但是白糖的话几块钱一斤。接下来加的这个是薯粉，就是炒熟以后的面粉。像这样加入白糖和薯粉之后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的火腿馅料基本上就属于成品。像这种搅拌好的馅料，我们就开始馅料成型。之前我们做50克的月饼是放25克的馅料，但是尝试之后很难把这个外壳合拢，所以就现在我们全部是改成这种22，不低于22克，也就是22到23克左右。但是像这种22克的馅料也是远远大于我们国家标准，因为国家标准是不低于40%，也就是50克的月饼是20克左右的馅料。馅料准备好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是和面。外壳的酥香，关键就是和面的步骤。首先还是倒入纯净水，这个也是有比例的。比如10斤
面粉的话，基本上就是2.7斤的水。先把我们做月饼唯一的添加剂碳酸氢酐，也就是俗称臭粉，倒进去。先加入少量的面粉，勾筋。勾筋非常有讲究，刚才小何说的，如果勾的时间太长，外壳太软；但是时间不到的话，外壳也是吃起来不酥。然后里边还要加入适量的蜂蜜、糖粉，糖粉就是白糖磨成的细粉，还有食用猪油。一般10斤面粉的话是放500克的蜂蜜、1斤的猪油，还有1斤糖粉。勾筋勾好之后，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糖粉、蜂蜜还有猪油加入里边。勾筋差不多我们就用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才正式开始和面，加入适量的面粉。面和好之后就开始分面团，因为我们定量50克的月饼，像这样的面团差不多是要33克左右。想跟我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搓面看起来虽然非常简单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我怎么搓我这个面团都是不光滑，而且有这个缝隙，也就是像这样搓出来的面团，你包出来的月饼是有那种看起来有狭缝的那种感觉，但是他们搓出来的面团看起来比较光滑。那大家看一下，像我搓出来这个肯定是不行。像这个烤出来的月饼外壳比较松软，真的是每一个步骤都非常关键。准备好馅料和面团之后，下边就是月饼的初步成型，学着做一下。看一下我做出来的月饼就像这个样子，这边好像馅料就快露出来一样，像这样的月饼肯定不行。看一下小荷包的月饼是这个样子，外壳比较均匀。看来这个东西真的是。只是表面看起来简单。看一下月饼就像这样初步成型，下边我们进入烤箱，220度的温度，差不多烤20分钟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开箱。看起来特别漂亮。先给大家看一下新鲜出炉的火腿月饼什么样子，来尝一下你的月饼。现在温度还很高，特别烫。这个壳特别的酥脆，还有我们里边的火腿馅料的话，它真的是甜鲜味比较适中。刚出炉的时候口感确实比较好。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大家，像这种月饼的话，微波炉100的温度，加热30秒后，口感更佳。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感谢我们的小何师傅。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，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关注哥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